KFC 和麥當勞明明那麼貴，為什麼大家還是不願意吃華萊士呢？同樣是西式快餐，肯德基一塊原味雞漲到10幾塊，麥當勞一個雙層吉士堡套餐動輒30往上，而華萊士花不到20塊錢就能吃到一個漢堡加一對雞翅加一杯可樂，性價比完全吊打窮鬼套餐。可偏偏在消費者心裡，華萊士的口碑卻像坐上了過山車。明明是同樣的炸雞漢堡，為什麼高端品牌的隊伍拐着彎排，華萊士的店門口卻冷冷清清的？華萊士這個靠模仿起家的下沉之王，如今正面臨增長失速、口碑塌方、巨頭圍剿的三重夾擊。2001年那一年，溫州兄弟華懷瑜、華懷慶湊了8萬塊錢，在福建師範大學門口開出了第一家華萊士。當時的中國西式快餐市場是肯德基、麥當勞兩洋巨頭的天下，一個漢堡賣10幾20塊，對於縣城的普通人來說，那是難得吃一回的奢侈品。所以華氏兄弟做了個特價1、2、3的招牌，被掛上了店门口。可樂1元，雞腿2元，漢堡3元。這種在今天看來自殘式的定價，在當年卻是核武器級別的降維打擊。如果說低價策略讓華萊士開了張，那麼真正讓他跑成萬店帝國的是一套独門打法。華氏兄弟沒有走傳統的加盟路線，而是獨創了一套门店眾籌、員工合夥、直營管理的模式。簡單說就是總部持股約30%，負責統一供應原材料和管理品控，门店店長和老員工持大股，負責日常經營，剩余股份給区域合作方。单店投資僅需約10萬元，遠低於其他品牌動輒上百萬元的開店成本。光是2019年到2022年短短4年間，華萊士就狂開了14710家新店，到了2023年，門店已經突破2萬家了，遠超肯德基和麥當勞在中國的總和，成为國內西式快餐门店規模当之无愧的第1名。但门店数量一路飆升的同時，華萊士同時也踩進了一個越陷越深的泥潭，利潤空間逼近極限，食品安全接連爆雷，消費者從便宜就行變成了便宜但男人。在黑貓投訴平台上，截至到現在，華萊士累計投訴量已經是超過了1.4萬條，而且近90%都是涉及的食品安全。但華萊士為什麼品控老出問題呢？其實就是利潤太薄，一線的門店合夥人在重壓下，只能通過各種擦邊球來壓縮成本，過期了改一下日期就好，賣不完的留到第2天繼續賣。利潤薄的壞處在於，它讓一個本該良性運轉的商業系統內部出現了結構性的脆弱，再加上華萊士的核心客戶也正在流失。數據顯示，華萊士超68%的消費者年齡在25歲以下，而這部分人群的數量在持續下降。低價吸引來的人群會因為更低價或者更好的選擇而離開，但對品牌來說，這本身並不可怕。最可怕的是，連低價這張最後的底牌也正在失去效力。但這還不是最狠的，最讓華萊士內憂的是，曾經的那些巨頭開始走下沉。過去華萊士能在下沉市場稱王稱霸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肯德基和麥當勞瞧不上那些小縣城。但如今1、2線城市市場早就飽和了，國際巨頭調轉槍口，開始向華萊士的老巢傾瀉火力。更狠的是，為了適應下沉市場的利潤空間，這些國際巨頭直接抄了華萊士的作業，降裝修、降面積、降投資。肯德基推出了更輕量化的小型門店模型，以前開一家肯德基動輒投入上百萬元，現在只需70萬到80萬，投資回收期控制在2年左右。洋快餐巨頭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輕、變快、變便宜，直接殺進了華萊士的核心陣地，把價格也打下來了。麥當勞、肯德基推出低價套餐，人均消費30元及以下區間的門店佔比大幅提升，直接跟華萊士貼身肉搏。過去是全家吃肯德基算過節，現在吃頓華萊士成了一種有風險的將就。這種認知一旦扎進消費者的腦子裡，遠比虧掉幾個百分點的利潤更可怕。當然還有塔斯汀的出現，這家主打中式漢堡的品牌，靠着現烤漢堡胚加北京烤鴨、麻婆豆腐等國潮餡料走紅，人均消費約18元，恰好卡在華萊士與肯德基之間的價格空白帶，既不那麼貴，又比華萊士聽起來更像正經漢堡。面對內外交困，華萊士沒有坐以待斃。2026年2月12日，華氏食品正式從新3板摘牌退市，官方解釋是為進一步提高經營決策效率，降低運營成本。用大白話說就是上市10年沒什麼用，成本倒是不低，不如退了自己幹。其實說到底，華萊士的困境折射出的不僅是一個品牌興衰，更是整個平價快餐行業正在經歷的陣痛。不是中國的平價快餐沒落了，而是消費者悄悄拔高了底線。便宜可以，但不能隨便。曾經那些10塊錢就能解決一頓飯的下沉之王們，如今最大的敵人不是隔壁的肯德基，而是每一個消費者心中那杆越來越準的性價比和安全感的天平。